大家平时看美军的宣传片儿，看好莱坞大片儿，是不是总被所谓的叫全球最强超级航母福特号的宣传给唬住了呢？但是呢，你看这一次，一个小小的烘干机，可以讲把福特号的底库都给扒掉了，甚至可以讲把今天整个美国海军的底库都快要扒掉了。今天节目呢，我拆解8个镜头，一镜到底，因为细节见病根儿，小事亏大事，微末见国运。第一个镜头就是官方瞒报了3个月 ，CNN 实名爆料，撕开了纸面的谎言。3月12号，红海执勤突发了火情，大家都知道。你看事发当天，美军火速的对外发声说只是洗衣房小火，短时就扑灭了，仅有2人轻伤，航母战备完好无损。那么整整3个月对外刻意的隐瞒灾情，直到什么时候呢？直到6月4号 CNN 拿到了现役舰员的一手材料，整场大火的惨烈的真相才公之于众。刻意淡化事故，遮掩舰艇的故障，这是美军近些年装备出事的常规的操作。光鲜的霸权宣传背后，早已经习惯了用话术来掩盖军工的弊病。第二个镜头就是小小的烘干机短路，全舰智能的消防，全线集体的躺平。这次起火的原点就在03甲板的中央洗衣房，一台烘干机电机线路短路，棉絮引燃，酿成了明火。如果按照现代航母的设计规范，舱室起火的瞬间，你像自动喷淋，你像防火隔断，你像排烟风道，就会同步的锁死隔离。可是你看福特号呢？福特号这套重金打造的叫一体化智能防护系统，这次全盘的失灵了。贯通全舰，它叫无分段隔离的通风管道，这次反倒成为了火苗乱窜的一个高速通道。烟火顺着管线穿梭了半个舰体，小火直接演变成了全域的火情。再来看镜头3，就是这一艘高科技的巨舰回归原始的损管，数百名水兵徒手鏖战30多个小时。没有智能的消防兜底，那么400多名水兵怎么办呢？全副防火的装具，抱着手提的灭火器，扛着消防桶，人工扑火。火情此起彼伏，一处舱室刚压制熄灭，隔壁生活区的床铺被褥又被点燃了，整整30多个小时，大家是轮番苦战，才逐步掐灭了明火和夹层的阴燃。耗资上百亿的超级航母，在关键时刻损管的水平还不如传统的常规的军舰，这就堪称现代海军的黑色幽默了。再来看镜头4，就是航母的生活区大面积的损毁，600舰员没有铺盖，机库的甲板就地打地铺了。大火过后，大家可以看到损失是一目了然的，整座全舰后勤洗衣房彻底的报废了，10多间水兵的贮仓被高温焚毁了，床品物资尽数烧尽了，600多名官兵没有了休息舱室，只能挤在空旷的机库、露天的飞行甲板凑合着过夜。近200多人吸入了有毒的浓烟，就医，舰上生活配套近乎瘫痪。一场民用设备的失火，直接让4000多人的海上堡垒的后勤体系瘫痪大半。再来看第5个镜头，就是部署计划全盘作废，双航母围堵伊朗的战略布局当场缩水。大家都知道，福特号被迫紧急中断了红海的威慑任务，仓促地撤出了执勤的海域。原本美军是怎么计划呢？原本计划靠福特加林肯双航母压阵伊朗周边进行部署，那么这个方案被迫腰斩了，仅仅剩下林肯号孤零零的独自值守，筹备已久的伊朗纵深威慑的演练全盘搁置。一台民用的烘干设备意外地打乱了美国中东全局的军事排布，地缘博弈的筹码折在了不起眼的舰艇的细节上。再来看第6个镜头，就是您只有看懂了25层这个甲板的布局，才看懂了03甲板是整个福特号的5脏6腑的枢纽。很多朋友都有一个疑惑，就是10万吨级的核动力的巨兽怎么会栽在一间洗衣房呢？下面我们快速的拆解福特5层核心的甲板。0甲板露天起降舰载机，01甲板巨型全通的机库。出事的03甲板最特殊，就是水兵宿舍全舰的供电主干电缆全域的通风总管后出的管线全部密集的汇集在这一层，等于什么呢？等于把城市的居民区加上地下综合管网压缩在了同一层。所以说管线扎堆，缺少物理的隔断，正是火势这一次快速蔓延的一个先天的硬伤。04到07甲板
是弹药燃油的仓储，最底层核反应堆，装甲厚重，万幸的是大火没有向下渗透引爆核心的舱段。那么它这一套设计的缺陷并不是第一次暴露。你像2018年它的配电舱起火，2022年辅机油管失火，2次事故全部都是消防失效，全靠水兵人力救火。美军内部的报告常年标注隐患，但始终搁置整改。这是镜头6，再来看镜头7。镜头7就是全美仅仅有一座船厂能够修核航母，船坞全爆满，故障的航母排队正在等床位。这次火灾过后，最棘手的不是修船的费用，而是美国根本腾不出来维修的工位。今天全美唯独纽波特纽斯造船厂具备核动力航母大修的资质，厂区的干船坞排期可以说挤得是满满当当。斯坦尼斯号换料大修工期拖到了62个月，遥遥无期。2座船坞一边是赶造福特级3、4号舰的分段，2号舰肯尼迪号交付推迟到了2027年。顺便提一句啊，就是大家还记不记得南海撞山的海狼级的核潜艇呢？它受损之后闲置的码头数年也是排不上维修的工位，最终敲定在2031年直接拆解报废。所以可以说一船难求，屋位稀缺，直观坐实了美国海军修船产能彻底的枯竭。另外呢，造船行业人才的缺口更是雪上加霜，资深的技工普遍面临着退休，青年从业者流失率超过20%，熟练产业工人断层，用工荒常年无解。业内测算说，福特号最快18个月才能排进船坞开工维修。如今美军11艘现役的核航母，近半数常年的进场趴窝，在外执勤的舰艇大多是带病航行。那么最后我们来看镜头8，什么呢？就是福特全舰陈年顽疾，虽然堆满了超前的技术，今天却沦为了半成品。这次的烘干机失火其实只是福特级服役翻车的又一桩缩影。为什么呢？因为2017年正式服役至今，各项核心的指标全面的都翻车了。电磁弹射的设计标准本来是4000余次一故障，现实是什么呢？现实是100多次就频繁的宕机。电磁阻拦不到50次着舰就失灵了，飞行员非常害怕故障，不敢夜间起降。交付的初期，11台弹药的升降机仅2台能用，多年之后仍有2台无法满负荷的运转。全舰600多套真空马桶频繁的集体堵塞，污水倒灌，日常的新风系统、厨房电器轮番罢工，水兵是常年靠罐头简餐度日。相关的报道相信前不久大家都看到了。那么深挖病根，症结在哪儿呢？症结就在美国军工的空心化，为堆砌纸面的先进参数，强行把23项没有成熟定型的新技术仓促的上马，仓促的上舰。本土制造业持续的外流，上下游供应链断裂，军工复合体只顾着溢价牟利，收割军费。再宏大的远洋霸权蓝图，也扛不住工业底盘逐年坍塌，也扛不住史密斯专员。最后呢，我想说的就是纽波特纽斯船坞的坞位如果实在紧张的话，我们大连、上海30万吨级的干船坞常年也有富裕，我们国内的资深的工程师储备也比较充足，工期呢也能比美国本土缩短近1半，而且呢我们价格公道，童叟无欺，加预算我们还能帮你优化改装你的电磁弹射，比你们的好用多了。生意呢不分国界，只要钱给到位，修航母这事儿呢完全可以谈。一台小小的烘干设备撕开了半个世纪构建的美国海上的神话。大国强军从来不是堆砌天价的装备，完整扎实的本土的工业根基才是远洋舰队真正的压舱石。那么大家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呢？觉得在理，欢迎转发出去。以见中南，登高望远，我是中南剑客。如果您觉得今天这期节目听了还不够过瘾，没关系，今天还有一个下集，这一集讲美国，下一集讲我们自己，欢迎收看。